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我是吴薇。这两天最大的消息当然是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当选呢，对整个美国政局会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一个是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和整个政府层面已经基本上是大胜。接下来美国将选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就要像川普说的，一个是完全服务于美国优先这个路线？第二，是不是要采取更加孤立的更加去全球化的政策？接下来还有川普要怎么样处理越来越激化的美国社会的这种激化的矛盾？他将如何处理关税、经济、边境这些问题都很引人注意。我们接下来会一段时间都会去讲，但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外媒看中国，所以呢我还是专注在川普当选对于美中关系和中国的各方面问题的这么一个影响来说。在进入节目之前，首先要提醒大家，我们大声的会员一直在进行。我们在每一个节目的这个播出之后呢，都发现其实我有特别多高质量的认真的观众，你们的评论、你们的参与、你们的鼓励，其实是我坚持做大声的唯一的动力。所以请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不管是用手机版还是网络版，只要点击我们频道上方的链接就可以了。今天主要讲的呢是川普作为当选总统，他虽然还上任还有时间哈，因为这个各州的这个国会层面的计票还在进行，但是他作为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已经完全固定下来，而且他的内阁人选其实快速的就已经公布出来了。这两天很引人眼球的是两个位置，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现在知道的呢是 Mike Waltz， 他是来自佛罗里达的众议员，是个人气很旺的众议员，而且是有军队背景的人，他也是川普的非常强硬的支持者，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大家都不惊讶。美国安全顾问这个位置啊，他是不需要参议院确认的，所以也就是说，川普只要决定了人选，他只要公布了人选接受了任命就可以直接上岗。好，我们现在来说 Mike Waltz 这个人哈，他是非常鲜明的一个有军队背景的众议员。其实呢，之前 Mike Waltz 被认为是国防部长位置上的一个候选人选，现在既然公布出来，他应该是国家安全顾问，虽然川普班底自己还没有官方确认，但是应该是8、9不离10了。我们要知道 Mike Waltz 呢，他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这一次几个川普委任上来的人选都是佛罗里达人，或者是来自佛罗里达选区的，或者本身就是佛罗里达人，所以现在媒体已经传出来就是叫佛州帮这个概念了。有一点让大家觉得就是川普的这种一个是回报在他选举中给他提供支持的热烈跟随者的时间到了，二呢就是奖赏他的这些忠诚的跟随者。这个 Mike Waltz 呢现年50岁，来自佛罗里达的中东部，他其实自己就是佛州人，就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一个海湾小镇。官方简历上说呢，他是由他的单身母亲抚养大的，但是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做过海军，所以他其实是个军队世家。Mike Waltz 简历上最鲜亮的一笔呢，他是第一位当选美国国会众议员的这个绿色贝雷帽 Green Beret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这个昵称，也就是他是第一个当选美国国会众议员的特种兵，而且他在众议员的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里，他也当过主席，然后他也是众议员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根据他的简历，我们能看出来，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美国的陆军和国民警卫队呢一起整个服役了27年，去过美国很著名的陆军游骑兵学校。那是在他当陆军少尉的时候，然后呢，他也是在游骑兵学院被选进了贝雷帽部队，成为了特种兵的军官，在这个阿富汗、中东和非洲都执行了多次战斗任务，而且在战斗任务中，因为他的勇敢、他的英勇，曾经获得过4枚铜星勋章。
尤其在阿富汗期间，他有一个业绩是他搁在自己的官方简历里专门要写出来的，就是他领导他自己的团队搜索了逃兵，包那个格达尔，他也是第一个公开质疑当时的奥巴马总统把这个伯格达尔称为英雄的一个人。就是伯格达尔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公共事件哈，就是他应该是个逃兵，但是呢，奥巴马说这个人是英雄，所以他就一直就站出来公开质疑，而且呢，一直在追这个逃兵的叛逃行为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他在当军官的时候，他也是蛮勇于说话和有一些公共行为的这么一个官的形象。他在国防部长那个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手下呢担任过国防政策主任，然后他也给布什政府做过五角大楼的政策顾问。因为他在阿富汗的这个战斗经历呢，他其实今年吧，还写过一本书，叫做《战士外交官：从华盛顿到阿富汗的绿色贝雷帽战斗》，也是个自传吧。他专门记录了自己在这个小布什政府期间，就是在五角大楼整个的工作经历，还有整个海外作战的经历。这本书我看到了，还没拿到手里，但我订了。我翻了一下这个介绍，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当过兵，你就知道怎么样应该像一个战士，像一个特种兵一样管理自己的国家，和服务你的国民。所以他这个军人的这种经历和做事的风格非常硬朗，包括他后来不管是做了一个小企业，有400多名员工的一个小企业，还是后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做评论员，他的形象、他的风格都是那种很硬朗，说话干不利索，然后很有原则的形象。我相信他的这种作风是，很为他在老兵，这个群体里面加分的。那么，他自然也是，军方里面的有名的鹰派代表。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 Mike Waltz 在鹰派的这种军方背景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中间，它跟中国相关的几个点哈。一个是 Mike Waltz 是众议院的中国事务工作组的成员，这个中国事务工作组呢是在15个共和党议员之间的一个合作协调小组，他们其实代表了14个具有管辖权的委员会来整体协调对华政策。2020年5月成立的这个工作小组呢，其实当时公布的目的就是全面评估和应对中国对美国在地域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挑战。主席是谁呢？是这个麦克麦考尔。这个麦克麦考尔呢是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然后也是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作小组干了个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2020年9月30号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部长达141页的一个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在6个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意识形态的竞争，在供应链方面的问题，在国家安全，在技术，在经济和能源，还有整体的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方面，他们都做了非常具体的调研，而且提出了400多项政策意见，建议178项立法措施，都是要加强在上述这些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抵抗和全面的遏制。所以当时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中国政府是非常愤怒，而且这个工作小组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呢，就是一直在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溯源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要进行遏制的第一步，所以也专门颁布了跟病毒溯源有关的调查报告。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小组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麦克麦考尔，还有马上要当的国务卿的这个卢比奥，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个 Mike Waltz 呢，在这个15个共和党众议员中间呢，也是声音非常大、非常鲜明的一个人。他就一直在强调，
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说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都在推广自己的共产党的这种治理模式，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构成全面挑战的。而且他也专门在主导针对供应链方面对美国的这个各个领域要去抵御中国影响的这些政策，是提出了很具体的推动的。还有一点就是 Mike Waltz 他是跟印度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去年2023年的美国国会有一个重要的演讲是印度的总理穆迪在华盛顿的演讲，穆迪也提出来了非常右翼的强硬的一些政策，包括要建立这种印巴抵抗中国的这种军事联盟的这种表态。莫迪在美国的这次访问和演讲后面的推手其实也是 Mike Waltz， 所以今天这个 Mike Waltz 被当作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印度和各家重要的报纸都有报道。我看 Twitter 上也有不少人在分析说，这对印度是利好消息，因为印度不管是在地域政治还是在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有军事联盟各方面，对于中国的这种抵抗和遏制其实都是很在意美国这边的动作的。那么美国现在选上来一个跟印度关系非常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印度那边认为是利好消息。这个 Mike Waltz 还曾经提出过要立法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这些关键矿物的依赖，他还专门率先带着大家立法要确保美国大学和各家这种学术学院免受中国的间谍活动的威胁，包括抵制孔子学院这些 Mike Waltz 在这些动议中间都是发挥了很重要作用。当然最让中国愤怒的呢是 Mike Waltz 在2022年带头抵制北京冬奥会。我们现在记得北京冬奥会最后就没有什么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但是普京出席了，而且普京去了北京冬奥会之后马上回来宣布直接就入侵了乌克兰。所以当时的那个局面下面 Mike Waltz 是最主动带着头要抵制北京的，而且他当时要求就是北京必须说出对 COVID-19 病毒的这个起源做了什么事儿，而且指责中国政府持续在虐待少数民族维吾尔穆斯林人口。就在这个中国最生气的几件事情上，新疆问题抵制冬奥会问题，病毒溯源问题，他都是坚定的指着鼻子骂中国的众议员。今天 NPC 的一个记者分析呢，就是 Mike Waltz 他几乎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事务上的看法都跟川普一致，但他不一定是一个 MAGA。 所谓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我们常说的川普的狂热支持者，或者认为只有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第一才是一切。NBC 记者的分析就是说，这个 Mike Waltz 他倒不一定是一个 MAGA， 认为他的履历呢，一个是适合这个位置，二是呢，从他之前的各种政策的公开表态，认为他是应该是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者，他可能还是希望在这个位置上更多的去服务国家，而不是服务政党或川普本人。我自己呢又去看了一下 Waltz 的简历，还有他在电视上的一些采访的视频，比如说他持续就在质疑北约，尤其在质疑就是北约这么多年这些成员国是不是在履行他们的责任。当然他也就顺手去附和了川普对于美国是不是还要在北约承担那么大的军事和经济的这些责任，他是站在川普这边的。他同时呢也是长期的在质疑华盛顿的官僚文化。他说与解决麻烦相比，那些在华盛顿的那些繁文缛节本身就是花钱和麻烦的一部分。有一个视频还说他认为一定要改革五角大楼的文化。说一个例子，说五角大楼他们采购价格永远比实际价格贵1倍，花的时间永远比需要的时间长1倍，认为钱呢总是没有花到军官士兵身上，所以必须要改革五角大楼。还有他说有一口袋螺丝花了9万，但是如果在五金店也就几百块就可以买这一袋螺丝。他就说
为什么就没有人因为这个事情炒鱿鱼呢？当然，他最后批评的指向一定是民主党嘛，就是拜登政府、民主党他们腐败，没有任何人为任何的失误负责，然后他也说非常同意川普的 Put American First 的这种原则，就是认为美国的利益一定要优先，一切都要以美国优先的这些原则，这是他在视频上经常会说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一直在激烈的批评拜登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所以过去的大量的媒体的节目都是他在批评拜登的军事政策，尤其是阿富汗撤军的这些，当然他尽量是站在美国军队的这个立场上来发言。我们综上所述的话，能看出来这个 Mike Waltz 上来的话，一个是会非常忠诚的服务于川普的这个美国利益优先原则，二呢会是坚定的贯彻他之前已经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作为军方的这种鹰派的，他有可能在很多细节上反而跟川普不一样，因为其实川普不是一个军事上的鹰派，他其实是更多的是务实，甚至川普对任何军事和打仗都不感兴趣，他认为能不打仗就不打仗，要和平，能把事情解决了最好。所以像 Waltz 这样一个军队出身，其实原则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官员，能不能在这方面全力以赴的支持川普，然后表达川普喜欢的那种忠诚呢？我们等着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做了国家安全顾问的话，那么他这个众议员的这一票还能不能一直在佛州保住？目前看呢，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变数。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在 Tim Waltz 参与的这个中国工作组的报告里面，对于美国的威胁，其实他们认为中国在6个领域都是有具体的挑战和威胁的。那么接下来这6个领域其实也会主导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我再总结一下，是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对民主价值观构成威胁。他们觉得在供应链方面，美国在关键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过强，尤其是医疗物资和技术产品方面存在国家安全风险。所以在这2个领域，如果 Mike Waltz 上来，他也会采取一些手段来以国家安全的目标为指向来做一些改变的。具体的国家安全方面说的就直接是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情报行动和网络攻击方面对美国安全有威胁。那么技术就是讨论的是中国在 5G 和人工智能高科技领域的这些过于快速的发展，对中国在美国各个技术领域的挑战也是非常具体的。还有是经济和能源，说的是中国的在全球经济市场、能源市场的这些行为过于咄咄逼人，而且是2020年的时候是这样分析的。那现在到2024年，大家反复在强调，在俄乌战场上，其实美国并没有实际在对于乌克兰的帮助中获得军事实力的增加，而中国反而获利更深。那么这一块估计也会有一些动作。那当然，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和各个教育、科研、创新领域的渗透这方面的话，我们相信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出来的。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关于 Tim Waltz 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问题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以后还会接下来继续关注。谢谢大家。